Hello，我们来了。我们现在开始看《天官赐福》的第3集。这集呢，我们跳过片头曲，我们直接开始了啊。好，开始。好，天官赐福，百无禁第3集啊！我寻思你揍他了得。外面。呀，小孩儿战斗力很强呢。没有这么多人都回去了。愣着干什么？关门呐！上帝啊！他们怎么办？关门！不关门，这帮人也不跑。我们呢？丧尸围棋。对，有点。他这个磁带是有法力的。是不是？有光亮吗？还是法术吗？巨龙阵！哎呦我去，完！关门！这些人可真是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呦，这是个高手。知道。这房顶上还有俩，蒙上了，蒙上是不是就好了？算是封印吗？得罪了。互相掐脖啊！最后剩个单数是咋的？17个嘛！哎呀，就你欠揍！哇，来个大的！哇，好像很大的啊，差不多一边大。又开始。进去啊，画个圈儿。孙悟空。对呀，这点心计呀。这时候还想救他呢，哎呀，就救吧。太重了，也不是啥坏人，小孩。那男的，就是贪点嘛。但是他刚才想要伤害他，是不是？灵文，信号不好。一说肯定是移动的。掀起你的盖头来！厉害！这功夫是练公子好身手。多谢。各位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哎呦！从前杂技班凑场子说惯了。他的经历还挺丰富呢。灵文，太子殿下，你终于来了。方才极易，通灵不便，殿下有何疑问？我问你，明光将军就是他吗？当日宣姬战败被俘，正要自尽，被老裴拦下。考虑到两军战事已定，老裴放宣姬离开。可那宣姬是个不服输的主，跟老裴一来二去，竟然好上了。哎呀，这算啥？言简意赅。直接说结果。听起来像一桩美谈。本来是美谈，可坏就坏在，宣姬一定要跟老裴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也没错呀。没错啊。赔钱那个借呗。但老裴这个人，风月惯了，加之两人身在敌国，立场相悖。请慢。黑雾来了，怎么每次都在关键时刻？我也想问，为啥每次总在关键时刻这样？信号不好。我一直在想，这个声音难道是脚步声？但寻常脚步声不是这样，所以什么样的人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一条腿短，只有双腿换气、行动不便之人了。战斗的时候那啥呀？骑马没事。他还没醒。他自己呢？为什么不来？为什么不来见我？
裴郎啊裴郎，我为了你背叛故国，抛弃一切，而你却让我变成这样，你的心是铁做的吗？是个厉鬼，凶嘛！你们就都要死！今天所有人都得死！玄机，不论你与裴将军有何纠葛，都不该牵扯无辜之人。跳怪平手，莫要一丝一毫。你要干啥呢？干啥呀？把女鬼喊过来怎么办？你们快来帮忙啊！喊过来就喊过来，你比女鬼更可怕。这怎么让这个家伙下山领赏？神经病啊！他刚才不晕了吗？不要，不能带他走。别出来，回去。发波。对呀，肯定了。行了，那你没招了。行，听这个这声是死的声。为情所困啊！居然还是不肯来，你知道自己看看我，放开公子！别去！哎呀，勇敢！你也配让他看你？贝拉，碍事的人没了。哎呦我，死了！直接就这样了。公子，我是不是帮倒忙了？你帮了大忙，多亏你吸引了女鬼的注意，我才能制服她。说这话感觉要死。谢谢你。你以后别再下山偷吃的了。她要是饿了，可以来找我。真的，多谢公子。会不会？我去，这么一下子，直接就死了！我靠，这都没有递进的吗？太脆弱了，这杀意太重了。她彻底失去理智了。哦，南风啊，有人来了，什么情况？收他来了。怎么回事？不必担心，这是救兵。啊！果然搬来救兵。这是裴将军。裴将军，有了。把自己腿砍断。哎呦我去！也没必要做无谓的杀戮，你回去吧。我堂堂将军，从不欠人情。陷越深，不可自拔。裴将军不喜欢强势的女子，而宣姬生性要强，这便是他们不可长久之故。你说什么？战事有变，你我立场不同，各司其主。你的故国和士兵都需要你，你该回去了。我要是回去，那我们之间呢？我们，该结束就结束吧。哎呀，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这是什么？婚约。这是我军情报，哦，还有地图，你看了，定能获胜。我先回去，等你打赢了仗，来接我。就来接我，好不好？裴将军就用了，不能吧？有失气节呀！这是国家大哎，直接烧了没看。裴兰，你果然赢了，以后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你太让我失望了。
他是喜欢英姿飒爽的那个他。对。裴老，为什么？我为你背叛国家，背叛一切，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裴老，你说话呀！你回头看看我，看我呀！这确实应该跟他说清楚啊。哎呦我！差人精心有这么一段风流债，你不是自己跑了吗？回来做什么？我不带人来，你去办那个？哼，你也就配善后。你说什么？好了好了，还有你，这身新凉衣是准备穿到什么时候？等等，我是专程这样跟小裴将军讲话的。你就是穿的再怪10倍，他也不会在意的。是吗？裴秀是经医200年飞升的新贵，被裴将军点将时，也不过弱冠之力。他跟他祖宗一样，都不好对付。你知道他飞升前干了什么吗？什么？屠城。这上天庭里没几个好相与，谁都不能信。还是有少数可以信任的。你是说你家将军？总不会是你家将军。来，别冲动啊！接着干。他还能活了吗？这女孩？那还活啥了？哦，活不了。这孩子肯定不能留在雨君山了。那他还能去哪儿？跟着咱们太子殿下回天界吗？我自己都有上顿没下顿，得想个更稳妥的办法。逝者已矣，来者可追。他若还活着，也不希望你这般难过。你头上有伤，解下绷带，让我帮你看看吧。那是什么情况吗？这是仙乐他那个国家吗？他们国家。啊。人面异？怎么可能？他不是应该几百年前就跟仙乐国一起灭亡了？嗯，好像结束了。结束了。就尽量你这个你不要伤害爱你的人嘛，是不是？天官赐福漫画版。你看，小小的一件事儿都就是不是站在男生和女生的角度上来讲这事儿，就是不是觉得他们到底是男生负了女生，还是女生比较偏执，然后会错了意。我只是说站在感情的角度上来说，我是觉得在这里，你像那个宣姬一直在问他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就是想得到妥善的对待，有个解释，就是他就是。他也没有，就裴将军也没有跟他说，你到就是咱是猜，我是你喜欢他是不是喜欢他英雄气节，还是喜欢他啥呀？就始终没有，就是最起码没有明确表示出过这一点。就是你让对方一个，你明明知道对方是一个还挺偏执的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不是说是就是你是露水姻缘，我就你付出感情了，我就一定要跟你怎么样，不是基于那种，而是说你至少得有一个明确的表达，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或者就是我就是不喜欢你。我也不喜欢你叛国或者怎么地的，我也不喜欢你，我就是需要至少在这里啊，我觉得他是没有明确的去说出，就是没有一个答案是吗？对，就没有很明确的表示出你，就是因为宣姬是在，就是他问他嘛，到底是为什么或者怎么样了，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对，就是哪儿做不好我可以改，或者怎样。对，也没说，也不完全说可以改。但是那个裴将军他说了呀，当他把地图献给他，然后说我怎么样做，然后你一定能赢，之后你来娶我，然后他把那个东西烧了之后，他赢了之后，他说了一句话呀，他说我对你真失望，你失望，那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呢？然后呢？那不都是你猜的吗？我对你真失望，那就是我打个比方，你觉得你说了，那对方都不知道你说了什么。对，那我觉得那你就需要更明确的表达，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怎么样的，他希望你付出感情或者啥的，然后我觉得是需要更明确的去表达这件事情的。你觉得这像这个是大哥认为我已经把这个事儿告诉你了，对，叨叨认为你根本就没告诉我，然后到我这儿我觉得你不说我怎么懂，然后你说你不懂我说有什么用？
是不是？对，因为我听的也是他儿子就是解读过的之后的这个东西。站在宣姬那个立场，像叨叨刚才说的，的确是他没有亲耳听到他说这个事儿，而我是听他儿子说的是这个事儿。而且他一直说，我就是希望你来见我一下。你是不是我自断双腿了，你才能来见我？都没见，对，都没有见。那你就说那啥，这块儿就是那个裴将军，然后他断了双腿，然后还依然照顾他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又是一个那啥，就是说他们俩肯定是认知相互就是碰撞有问题了，就是我没有好好有效沟通，就是我对你没有这个爱情了，但是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呀，就是你自断双腿了，然后我不忍心让你那啥呀。就是你说有没有爱情这块儿？就是无论是这个感情，我们是说你刚才说，那他没有问题啊。我不是觉得就是我们反驳，我不是说是他有就是宣姬没有问题或者谁没有问题，而是说我不认为裴将军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刚才是说那他对啊，你刚才说那他没有问题呀，他有啥问题呀？我都跟你说了，那你自己愿意这样？哎呀。你刚才说的是这句话，所以你不用纠结那些细节或怎样。我只是说是，我觉得你突然说了一句，那他没问题。对，我们是基于这句话来反驳，而不是说在跟你辩论他俩到底谁多一点，我也想起谁少一点。来这个，我也想起来这块。我说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他儿子把这个事已经给你阐述的很清楚。小裴将军他说的是他俩的是与非，我也不知。原话就是是与非。他在说这句话之前，他已经把整个事情的全貌都已经说过了。我是基于他前面说的那些话，哎呀，对吧？说的如此的清楚。他因为他叛国，然后他说他那什么，然后他不喜欢他了，而且他喜欢弱势的女子，他又生性强势，所有的这些话全都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表现的还是我把你的地图，你拿你的地图，你叛国，然后你拿过来之后说让我赢了之后娶你，我都没用，我烧了。那有什么问题呢？那不是啊，刚才他说他喜欢强势女子或啥，这个是从小裴将军的第三人称来说。至于裴将军跟没跟他说，那咱不知道。甚至就没说，就所以我说我是基于小裴将军他说的这些话，我做的那个判断嘛。对吧？你俩再辩一辩。他说的你要输了，他说的很清楚。我赢他呀！我是觉得就是基于小裴将军说的，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他就没有问题啊，他咋能没有问题？他说啥了？他所有都是你听第三人方说，然后我猜他应该是喜欢这种有气节的人。我对你说，我对你啥失望呢？就是全都是基于就是通过一句话你去延伸，你去再想或者怎么样。而且我不是说这个女子她至少在我看这个描述当中，我是需要你告诉我到底咋的了，我还需要做啥，我哪儿不好。他也没有说，他一直保持沉默，就在那小裴将军的描述里，他是保持沉默，他也没有说。你说的有道理，你要输了，那我又输了。我说了，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是基于小裴将军所说的那些所有的事儿跟当时表现出来的那些情节，然后你后来又说的这些不是都后边演的吗？就是说他至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跟他一句话，就那个表现出来的。包括他自断双腿，包括他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跟你太失望，怎么这些东西，就是，他是那个说那个，包括说那个我都已经这样了，都死了，你都不过来再看我一眼，这都是后边表现出来的呀。他缺那一句话，这不是后边演出来的吗？啊，那不就是小裴将军讲述的吗？那不都是小裴将军讲述的吗？要是谁说的？宣姬说的，我砍双腿了，是因为那咋的？不都是在他的讲述当中的吗？包括他说他在那块儿，然后裴将军派人照顾他或怎么样的，那不都是小裴将军讲的吗？你待会儿跟我待会儿蒙太奇剪辑方法呢，那不都是讲的这个过程？那谁讲的？咋变成后边讲的了呢？不是，那我说他没问题，我不是在前面说的吗？那后来是有问题了吗？不，后来你要是按照叨叨这么说，如果说他差的一句话，那是两人之间感情的事儿，我觉得这事儿没有谁对谁错。那他认为我就差你一句话，那可以，你是一句话也行，一顿饭也行，那10句话也行。那我是认为说，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如果带入裴将军的视角，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到位了。有道理。我只是说，就是从这个宣姬角度上，我觉得他可能爱了一个不适合他的人，然后他很偏执，很那啥。我只是说在这样，我不是说宣姬做的对，我只是觉得在这件事上没有谁对谁错，就像你说的，我不会就是第一反应我是说他没错，就无论宣姬还是裴将军，
我大哥第一反应是他没对错。你爹的第一反应就是看，无论谁描述，第一反应就是那他没问题。我只是基于这个，我感觉到，为什么一下就判断出来就是他没问题这件事儿？为什么你脱口就是你在你的脑海里，你就是这么个性格的人吗？就原来你就是这样的吗？他没有问题。就是我在看到那块的时候，我就是认为他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如果那几点都已经都做到了的话，就是我作为他的视角的话，他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问题。不，你刚才说是我觉得他没有问题，而不是说裴将军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对，就是我带入裴将军的话，我就认为我做的没问题嘛。不行，大哥，你这要被说服了啊！你这不对劲儿。我没被说服呀，没被说服。这个事儿我们其实争论不出来，太那啥了。但是我吃瓜吃的挺。最终的结论，其实最终我俩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是在这样式儿的话，就是感情上面对于两个人来说没有谁对谁错，对吧？因为他是这么认为，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最后宣吉错了，就是，首先伤害自己错了，然后伤害他人也错了。我说的是最后的这个那啥。我说这个，因为他就是那么样一个坚强性格的人嘛，女将军嘛。那你自己坚强，你伤害自己了，然后你伤害国家了，然后你开始伤害他人了。我只说他最后，而且就是他突然之间就是像那个说叛国，我觉得他就是无论你说后边或咋的，我觉得最开始他去聊这位女将军，他就是有问题。就是他上去咔就亲人一下，然后跟人说那咱俩不是姻缘，我觉得这就是有问题吧？这在一般看来，就是按咱现在话，这属于性骚扰吧？然后你聊完人家咔，你都不知道人喜不喜你上去亲一口之后，然后你说咱俩露水姻缘，哎，你沾上我那就是你有问题。我觉得，所以我就对你这个判断，我觉得不是他先聊的他们，咱对方没有表现出任何爱意，啪进去亲一口，咱也表示特别惊讶，然后或者说那他没问题啊，我跟你说了露水姻缘。我亲你咋的了？不是啊，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对了。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对了。就是你可以说他渣男，我还喝点茶。接着说，你可以说他渣男，但是啊，就是说他当时两国交战，战事已经结束了，就是当时说就不再打仗了，你就回去，然后我也不打你，我也不杀你，甚至我救你一命。然后他说那我不用受你这个人情。他说那其实这怎么说呢？他是这种性格的人，那如果是另外一种性格的人，就说不用。握个手，你走，对吧？他是那种性格人，我亲你一口。当然了，你可以说是那性骚扰，或者是说，怎么说这个事儿呢？都是男未婚女未嫁。那大马路上，我觉得你做的事，我就得上去亲你一口，然后我觉得你没错。那你说，然后判断出来，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啊。你说这个对，就是说他这么做，他第一时间这么做肯定是不太合适，但是关键是他做完之后，人家直接就跟你一辈子了，就是这个女生她也就投入进来了呀。对啊，然后这个男生就觉得咱俩都说好露水姻缘了。不，他不是说他认为他说，他是明确说了他俩是露水姻缘。对，就是说了，那你不是先亲人家的吗？不是人家先表达的。就你的意思说，咱俩我跟你说，你先别死。咱俩要露水姻缘了，我亲你一口行不行？有没有这么干的呀？不是，但我是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从感情的角度上，咔这么整了，咱就不说后边什么叛不叛国这事儿，就是从感情角度上，你亲完人家之后，然后你就觉得，那后续，那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我也跟你说露水姻缘，你再投入感情，那就是你有问题。你是觉得是这样的吗？不，那你要是这么说，那的确是，就强吻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对。那要这么说的话，那这肯定是不对的。对呀，我是觉得，对，就是前情的话，就是我是觉得是说这个明确露水姻缘这个事儿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我如果跟你说清楚了，说好了，咱们现在就不谈前程，咱们在一起，因为男未婚女未嫁，咱们在一起谈恋爱，但是我不保证以后一定要跟你结婚或者怎么样的，因为毕竟还是两国，各自代表那啥，那以后的事以后再说。那这块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感觉一下剧情啊，就是他说露水姻缘那块可能未必是人家那个老裴将军真的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时候裴将军那个签了一个文书，他可能看到那个文书上有敌国有什么新的情报过来，他希望那个女将军回去，比如说那个女将军的家里那个。就是皇帝认为他叛国了，要杀他全家，他希望那个女将军回去，
他说你回去救救家里或者咋地的，寻思我就说也是打比方啊，也是臆测啊，就是说这个可能感情是真的，只不过最后发展成就是各种版本了出来，然后就是他不希望就是他的家族背负这种那啥，就是这是又一个版本啊，到底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打比方，就是说。因为从这个整体来看，就是我觉得两位争论的点在于他们俩到底有没有感情。其实我认为这俩人有感情，不光是那个女孩和那个，我认为裴将军对他还是有感情，但不能在一起。有感情但不能在一起，不光说是因为她是敌国女将军，和就我认为是立场问题。还是啊，我认为是立场问题啊，我不争论他俩有没有感情，对，我也不争论他俩有没有感情，他俩一定有感情。就是我不争论他俩有没有感情或者啥，认为他只争论说我说他不，对，我也没说他俩谁对谁错，我只是说不能说有一方是完全没问题而已。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不是说是比如像我觉得宣姬没问题，你凭啥欺骗他感情？我没那么认为，我觉得他做的也不对，但是我只是没说我只是不认为，就像大哥说的那一句，那他完全没问题啊。就在我的视角看来，你咔嚓过去聊完人家之后，然后你跟他说，那咱俩露水姻缘，就是相当于你诱骗对方，就是不说诱骗吧，就是你让对方投入了这种感情，你先发起了这个，然后跟他说，你不能投入感情啊，你要投入感情的话，就是你有问题，我都跟你说完了。那我懂了，有问题的是他呀。那是大哥有问题，那不是宣姬和裴将军有问题，就是我感觉是他在那怼的是你，不是这个事儿啊。我只是觉得，就基于这个出发点，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会第一反应就是那他完全没问题。我都跟你说了露水姻缘了，你就不能再喜欢，你陷进去就是你的问题了。我只是觉得，比如像这件事儿，如果要是最开始就像说露水姻缘，我觉得这双方都能接受是可以，但是这个前提是，比如像是宣姬主动追的他，或者跟他说，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咱俩露水姻缘我也愿意。就是你咋的，你只要让我陪着你，就像有些电视剧里演的，我当你妾，我当你丫鬟，我当你啥都行，只要你跟我在一起。那他最后付出感情了，然后你被人抛弃了，你再这样，那我就觉得不对。但是这里现在表现出来的故事情节里表现出来是裴将军先去聊的他，然后他脸红，牛王簪当时反应还很大，然后过后他说那咱俩就是露水姻缘，结果他变成宣姬将军投入了真感情了，或怎么地的，然后就是会跟他说，那我都跟你说了，咱俩得露水姻缘啊，你咋还投入感情了呢？那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对的。我不是说后续啊，就是宣姬做的全都对，而是我只是说为啥会突然觉得裴将军一点问题没有。我说那个话，我当时是怎么认为的呢？我就说是，如果说到这儿的话，那你说的对，但是说服了，不是被说服，我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无论怎么样，你首先像你说的，你先去不负责任的去聊，完了或者说你去强吻人家了，就是没有经得人家同意，那这点不用说，肯定是不对。但是我是认为，就是我在看那个时候，我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就是说 ，OK， 咱们先把这事先说清楚，就话先说清楚。就是说，咱们就是说露水姻缘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好，然后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儿，我觉得，如果说那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咱们把这话已经之前说清楚了，那这个事儿没问题。那这事儿前提不就是人宣姬没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但是我认为是就是就是我打个比方，就这事儿建立之后，你再定规则，你说你愿不愿意，反正我就这样了，你不愿意你就走。然后这时候我已经投入感情了，哎，你破坏规则或者怎么样，这属于单人定的规则。但是我是认为他当时说的意思就是已经先说好了，只不过是你说的是有一个他俩先亲，他先亲他一下了，是这一个。但是我按照小裴将军说那话，我认为他俩就是先说好了，就裴将军已经说好这个事儿了，咱俩就先处。就先那啥，不，甚至不是先处，就是明确好了，咱就是露水姻缘，知道吧？只不过他多了一个步骤，就是他先亲他了。对啊，咱俩那如果是说他先亲他这个事儿，那这点一定是不对的。但是我认为他不是说那个他亲完他聊完他完了已经爱完了，爱死去活来了，完之后这功劲我跟你说的，咱俩露水姻缘啊，我认为好像不是这样。我认为他只是说他先多了一步，但这点也不对，他先多了一步，他先亲了他。那这点不对，那聊他，那这点的确不对。那如果是说咱俩，哎，你坐对面，我坐对面，像我刚才说的，处对象，露水姻缘啊，行不行？不负责任，就3天，完事之后你回你家，我回我家，各找各忙，拉倒。那我觉得没有问题
对啊，我不也说嘛，如果要是对方知道的情况下不是那啥，而是说你在没有明确表示心意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跟人所以我认为小裴将军他说的他就已经表达出来，他已经说过这个话了，但是只不过当初前面差了一个步骤，就是他先亲他一下，那不对。哎呀，你们俩人行，说的挺有意思，我这看的也不错。不是，我就是刚才突然一点，我觉得看这个剧情的时候，大哥突然之间说了一下，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对，我就在想啊，这个就是底线在哪里，道德在哪里，感情在哪里？这怎么一点儿就是那啥，就可以随便亲对，就可以就是这种电话在哪里？就是撩完之后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对方这样，然后你就觉得他可能偏执，他有病或者啥，这都是对，但是你最后就认为，哎，那没问题，我都是突然一下，这是我认识的大哥吗？道德在哪里？底线在哪里？不，因为我认为他已经把这事说好了。那如果是我认为说好的情况下，那的确是没问题。以后大哥在路上见着女生亲一口，咱俩得表示理解。是啊，我没说亲的这个事儿，亲这事儿我不说了吗？不对。看大哥要电话号，我都看好几次了。那我跟他也是从小过来的。那我理解了，那大哥的评判标准里确实啥问题没有。对，他只是不敢上去亲而已。哎呀，好吧，你就曲解我。不是，就是你刚才一说，我俩的第一反应就是啊，那我倒没有，我，哎呀，我觉得挺有意思。这次的辩论讨论了一段跟主线剧情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儿，讨论了1集的时间，商量了一个道德的那啥。哎，但是我觉得说这一段完全可以放出来。不放出来掐了，放免费那样的里，就让大家猜到底是啥剧情了。他说这是我们看的《天官赐福》吗？看的不是一个。把这个剪出来之后吧，放前边，就是放这个整部剧的时候先放前边，然后20多分钟。不是，我是然后那个让大家预约说猜一猜是什么动漫，你知道吗？猜一猜我们下部瑞的啥？行吧，行吧，这部我们就先这期我们就先到这儿了，然后希望大家给我们点赞、投币、加评论，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